你们肯定想不到，在北京啊，35岁的女人，她会觉得自己还挺有市场的。一个90年的女生啊，今年都34岁了，确实岁月不饶人，她长得还不错的，来北京也挺久了，之前呢就一直在忙工作嘛，就忽略了个人问题。今年过完年啊，她就开始疯狂的相亲，估计是被家里催的啊，见了不下50个男生了，一直没有成。她看上的呢，人家看不上她，看上她的她又不喜欢，所以她也很无奈啊，觉得自己年纪也不算很大，怎么就这么没市场了呢？几年前追求她的男生还有一大把呢，那现在呢，几乎都是蜻蜓点水哈，接触一下就没有下文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说实话啊，就是因为她看上的男生全部都是那种年收入50万以上的，并且在北京有房有车，岁数也就大她3、5岁。那你们说哈，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怎么会甘心去找一个30多岁的女人嘛？关键的是20多岁的女生，人家也就是找这种条件的，那你说她有什么优势呢？后来我就劝她了嘛，我说你接触那种条件再低一点的，比如说暂时没有买房子，收入呢30万左右的，或者呢你也看看离异的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。她一听完马上就跟我说，姐呀，如果我那样选择的话，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，生活质量还高一点，找个没房子的，以后我还得跟他一起还贷款，我们还要养孩子，那经济压力得多大？离异的吧，我觉得也犯不着，我自己都还是个未婚呢，我找个离异的多糟心啊，为了结婚而结婚，让那些亲戚朋友们笑话我，真的不想考虑。我说那得你就单着呗，你等你的缘分啊从天而降啊就得了，反正又不是你一个人单着，大家不都单着呢吗？结果我这么一说啊，他立马就舒坦了，我真的是很无语啊。那所以哈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30多岁的优质男人去娶一个大龄剩女，也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质的大龄女生去嫁给一个很平庸的男人，这件事啊真的是无解的。你们说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不是？有些女生她到底是怎么变得这么虚荣和物质的呢？我们来做个假设哈，假设北京有一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，他一年呢换10个女朋友，那么北京就会出现有10个女人心心念念的会说，老娘的前男友啊是开法拉利的。可他有没有交过那些开普通车的男朋友呢？肯定也是交过的，对吧？但是他绝对不会把开普通车的男朋友啊天天挂在嘴边上说的，反而他会认为自己就是可以配一个开法拉利的男朋友的。那么再假如每个女人她身边还有5个闺蜜，那么北京就会出现50个女人认为，我那个闺蜜长得也还不如我呢，那她都能找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带她兜风，我难道还不能吗？看吧哈，就凭一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啊，就能造就出北京60多个女性啊认为我能匹配开法拉利的男朋友的。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相亲一定要主动哈，首先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是去相亲的，目的很明确，不管你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，你都应该直奔主题，而不是藏着掖着、扭着捏着、端着装着。你想知道对方哪些情况，你就主动问。有的人啊不会问啊，也不知道怎么问，觉得主动问啊就会显得自己太着急或者太物质，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每天呢都只聊聊日常，也没有办法推进关系，什么都等着别人问你，很多人都在等，都在猜，等对方开口猜对方的意图。如果你们2个人都是这种状态的话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，会拖很久的，而且很容易错失姻缘。那怎么主动问呢？既自然又舒服呢？既不会让自己觉得尴尬，又不会让对方觉得太着急呢？核心只有一个，就是先主动介绍自己。掌握以下3点哈。第一，相亲一定要先见面啊，你看着照片在微信上聊再久啊，意义都不大。见面要先看看脸，看看外表有没有生理上的排斥。如果没有生理性的排斥，看着很顺眼，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意愿，那你就应该主动介绍自己了。基本的情况啊，那些什么身高啊、体重啊、年龄啊、属相星座、学历、工作性质、从事的行业、工资收入等等这些。当然你也不要把这些啊全部一次性说完了嘛，对吧？你先介绍1、2项，然后你再去问对方同样的问题，先介绍自己，再询问对方，这样不就不尴尬了吗？这个就是正常的聊天模式。如果你一上来就问对方你多大了，做什么工作的，家里有几口人啊，就会显得你很没有礼貌。第二个呢，了解完基本信息之后，如果对方和你的互动非常愉快，你还有继续想要了解对方的想法，那可以继续主动的跟对方约见面呀。很多的话题需要深入展开的聊，
比如说性格特点、业余爱好、朋友圈子、情感经历、家庭关系、工作日常、消费观念、结婚打算等等，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，往往需要在实际的相处当中结合实际行动来体现。你比如说啊，性格特点啊，你听他说，哎呀，我的性格比较随和，情绪也很稳定，这样是不够的。在实际的相处当中，你才能发现，如果因为一些小事儿，他就会着急上火，甚至跟人发生冲突，那说明他呀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人啊。第三个呢，合不合适啊，也要主动的去说，不管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对对方有没有好感，合不合适，你都应该主动的去说，然后询问一下对方的态度。很多人呐，都是默认聊天不积极就已经说明我在拒绝啦，啊，我不主动联系你就是已经没有好感呀，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表现，这会让对方很抓狂啊。很多人他不明确拒绝啊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在给自己留退路啊，这边想着那个啊，放一边啊，万一这个不好呢，我还有备选项。万一对方疯狂的追求让我动心了呢，也不是不行。所以说，了解了以上这3点，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发现哈，男人和女人啊，当他们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，女生想的就是，那我们既然都已经那啥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你的人了？咱们的关系是不是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呀？是不是关系也就正式开始了？对吧？女生觉得这时候是开始，而男生呢不是这样想的，他想的是，哎呀，终于给拿下了，好像也不过如此嘛，这个游戏是不是也该结束了呀？下一秒想想怎么去金蝉脱壳，后面可能还会更好的。大家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按说美女要嫁人还不容易吗？但是啊，现在确实有一些美女啊，嫁人挺困难的。比如说王小姐，她就是这样一位嫁人很困难的美女。她这个问题啊，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。她的前男友呢，因为不想要孩子，所以两人就分手了啊。之后呢，王小姐已经28、29岁了，虽然她长得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年龄摆在这儿了呢，没办法，不得不走上了相亲之路啊。那相了一段时间下来呢，她相到了一位富家子弟，家境很好，对王小姐呢也是一见钟情，倍加珍惜。可是啊，接下去问题就来了。交往的初期呢，因为一次意见的不合，两个人呢就吵了起来。那王小姐一气之下啊，就不理这个男生了。男生就跟她道歉也是不行。最后呢，男生给她买了一个好几万的包啊，才算把她哄好。于是这两个人就和好了。没有过多久啊，男生为了能更好的稳定他俩的关系，就跟她提出了带她去见见父母。其实王小姐呢，心里还是挺开心的。但是她这个时候啊，面对对自己锲而不舍的男人呢，她那些毛病啊又出来了。她跟男生要求订婚的戒指必须是10万以上的价值，男生同意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定好了见父母的时间。就在见家长的头一天，王小姐呢又跟男生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说自己的父母啊明天过来啊，肯定要谈房产加上自己名字这件事情，希望男生呢到时候能同意。这一回啊，男生可就没有那么爽快了，两人又吵了一架。这一次啊，男生不但没有答应她，并且跟她提出了分手。这一次算是失败了吧。于是呢，王小姐又继续的相亲，她又相了一位公司的老总。因为她的样貌好看啊，老总也比较喜欢，就请她吃饭啊。他们到了商场呢，王小姐呢就跟这位老总啊暗示自己看中了柜台里的某个包，试探这位男士会不会给她买。结果又让她失望了。老总吃完了饭就对她说了一句话：如果你是某某某某某人的女儿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那个包。这句话怼得王小姐非常的尴尬。于是呢，这一次的相亲又告失败了。后面还有一次啊，她跟一位男士啊刚刚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还没有见面呢。聊天中啊，王小姐就暗示这个男士啊给自己买苹果14的手机。男士直接就跟她哭穷啊。所以呢，都说男人爱你啊，就会舍得给你花钱。但是你们说啊，那些觉得用钱来测试男人的方式，真的管用吗？
谁来告诉我哈，哪里有那么多的有钱人？就算在北京，也没有你们想象中有那么多的有钱的人。最近我接触到一个群体哈，他们这些女孩呢，到处去参加一些高端相亲局，其中有几个女生呢，就提出来几个疑问。有个女生就说，她觉得这些男的还是不算有钱，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啊，根本不会来相亲的。所以这些在大众眼里千万资产的人，在他们的眼里仍然不算有钱人。还有个姑娘跟我说，你这里有没有排行榜上的类型的人？我差点被她的想象力闪了一下腰啊！我说没有啊，就算有，他也不可能找你。最有意思的啊，就是这个女生哈，她说生活中谈过2任男朋友都是高资产的，第一任是因为后来升职为某公司的副总分手了，第2任呢是因为性格极其古怪啊，所以呢她接受不了分手了。所以她现在哈来找呢，她就要找那种高资产的，并且要求我啊多给她发一些高资产的人的资料。她想选一选，挑一挑，我差点就喷饭了哈，还你挑一挑。就颜值啊，他就过不了关啊，根本就不是那些高资产人的选择范围，他就没有好好分析过啊。第一任为什么要跟他分手？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有悬殊了吗？对方觉得他已经配不上他了吗？对不对？第2任呢，就是因为极其古怪的性格，所以呢不被其他的姑娘所接受，所以呢他才会选择你呀，而不是因为你天生就有吸引高资产人群的能力哦。最后还有一位姑娘说，她发现参加了几次之后啊，总有重复出现的人哈，那我就笑了。我说那不是必然的吗？你以为满大街都是有钱的高资产的人群吗？啊，还能任你挑选，简直就是笑话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哎，有的人哈，他来相亲市场啊，注定就是来当炮灰的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们来找对象哈，如果他自我定位不明确的话呢，我还是能理解的。最怕的就是那种人家虽然自我定位不明确，但是人家对要找的对象的定位啊却很明确。你比如说哈，有的女的她明明长得很丑啊，她还不自知，非要来找高富帅啊，还要参加我们的高端局，她到底是咋想的呀？还有那些离婚带娃的哈，整天啊都奢望着能不能找个未婚的啊，还有那种大姐姐，成天幻想着能不能姐弟恋美梦成真啊。还有一些哈年龄一大把的老男人了，有点钱就想找个比自己闺女还小的年轻的姑娘，甚至啊没钱没颜的男人他也想找个大美女。咱能不能换位思考想一想，这些高富帅也好，大美女也好，人家凭什么要找你呢？这个世界上是缺了比你更强大的人吗？这些都还好哈，最重点的是，当他们这类人他找了一大圈，见了一大堆他们理想中的人，最后没有一个看上他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来找我哈。哎，是不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啊？是你们平台有问题吧？资源不好啊？要不就是男人没有诚意啊？要么就说美女太物质了，甚至相亲这个形式啊都不太适合他了。就这些哈，是不是挺可笑呢？到底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呢，还是你自己的水平不到位呀？搞清楚好不啦啊！如果你是一个 D， 你要挑战 C， 那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。但如果你是个 D， 你又非要挑战 A， 那不就是在攀登珠峰嘛，对吧？有几个人能上去呢？何况还是你啊！不要说相亲机构不靠谱，也不要说红娘不懂你，更不要说是男生没有诚意，也不要怪美女太物质，甚至这个相亲形式都有问题了，你就承认自己长得丑，承认自己的吸引力不够，你就承认自己老，承认自己穷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不要自己不成就都怪别人的问题，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啊，没有一点点自我反省的意识。咱不能又老又丑又穷还那么自信吧？是不是像个笑话呢？来，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。我有一项业务哈，叫精准择偶定位。有的朋友他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大多数的人呢都不太清楚自己能找个什么样的，他只是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的，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呢又不太清楚。可能你的择偶标准只是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，你想的这个方向呢只是一个完全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向，而这个方向的人呢，你并不了解人家他想找个什么样的。这一块你要是错位了的话，恐怕你一直会处在一个很难脱单的境地里。有些人为什么总是高不成低不就呢？而有些人为什么总是被别人短择呢？
有些人为什么总是成为别人的备胎呢？这些都跟你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。我每天接触非常多的单身男男女女10多年了，我非常了解男女的想法和需求。来找我咨询的也好，1对1的也好，大家都是花了钱的嘛，他们都愿意跟我讲真心话。上至很多大佬级别的会员，下至普普通通的打工者，他们都跟我推心置腹的沟通。所以呢，我听到的真话一定比你多得多。所以你的定位准不准确啊？我比你更清楚。你的理想型愿不愿意找你这样的，我也非常的清楚。你来找我，我肯定跟你说实话。另外，如果你们在相亲初期很难推进关系的，或者想分手又担心不好找的，都可以过来找我聊一聊。任何的事情呢，不能太着急做决定了。还有一些你同时聊了好几个，你都不知道选哪个了，你也不知道谁是真心的。你要是犹豫不定的话呢，也可以来找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大部分的人都属于高估自己的行情的，你来找我定个位不会跑偏，也不耽误自己的时间。今天这个相亲现场简直就成了战场了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这两个人绝对打起来了。这个男生呢，实在是有点极端他直接呢就让这个女生下不来台。他是92年的，女孩呢是95年的，他俩都是北京人，两个人条件很匹配，门当户对的。见面的时候呢，双方都很有眼缘，聊的呢也很开心。结果40分钟之后我就听到他们俩在屋里叽里哇啦的喊上了。我呢就推门进去看嘛，这俩人脸都涨红了，吵起来了。原来事情是这样子的快结束的时候，男生呢就问女生觉得自己怎么样，女生就说她挺好的，挺优秀的。那这呢确实也不假，然后女生也问他了，他也说女生挺好的。但是接下来他所问的问题就有点不靠谱了他问女生谈了几个男朋友，人家说没谈几个，大2的时候谈过一个男朋友。他接下来又问了一个问题，那你们同居了吗？女孩说没有然后呢他还继续问，那你现在还是处女吗？这姑娘被这么问就有些不高兴了，说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是不是处女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男生看到这个女生有些恼怒了他于是就继续说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是与不是说完了就完了呗，还嚷嚷上。女生说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相亲有这么直接问人家隐私的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好不好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难怪你相亲相了这么多年，你也没相到，你是活该的，知道吗？结果这个男生也不示弱了他说，怎么着，我还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？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人跟别的男人玩够了，然后呢找一个老实人结婚当接盘侠，还操控别人3代的财产，还要给你幽默的生活，提供情绪价值，凭什么呀？反正我是不要这样的。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到底他是有病呢，还是人间清醒呢？你们猜怎么着又来了一场相亲现场爆笑剧。39岁的男士和36岁的女士呢，第一次见面就在咖啡馆里。哥们儿一开口就问，你房子买了没？女士回答说没有。北京的房子这么贵，哪是能想买就能买的？然后呢他紧接着又问，那车呢？女士依旧摇头嘛，还是没有买，也摇不到车牌号呀。接着呢他就瞪大了眼睛，那你有存款吗？女士就很无奈说，我也没啥存款。这下哥们儿就马上说，不好意思，那咱俩不太合适，不过呢看在媒人是我二姨的份上，咱俩就稍微坐会儿就走吧。于是呢就开始低头玩手机了，再也不抬头。这时候呢女士憋了一肚子气没忍住，开始反击了，说你一个大男人相亲就一个劲儿对一个女生问这问那的，你是不是还想着蹭吃蹭喝呀？条件好点就牛气冲天了，我是个女人，嫁汉就得穿衣吃饭，你不懂吗？你凭啥这么拽？这哥们儿立刻就怼了回去，你说啥？我蹭吃蹭喝？你看看你自己，都36岁了，工作10几年每个月的工资攒不住，花得光光的，从来没有想过买房买车，还没有什么存款。你不就是想着以后能找个老公让他给你买房买车，给你彩礼就完了呗，对吧？你的思想其实还停留在旧社会，知道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男女其实是平等的，好不好？我读书你也读书，我赚钱你也赚钱，甚至可能你赚的比我多。以前女孩子连驾照都没有，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，还能当宇航员，开火箭呢。国外还有女总统。既然都男女平等了，为啥光让我一个人买房买车呢？你根本就是想索取啥都不想干，那我还谈什么呀？女士立刻就反驳了我是女人我是要生孩子的呀，男女真的能平等吗？生孩子可是跑了一趟鬼门关，难道你们男的不应该补偿我们吗？
这哥们儿就说了啊，别，我可不一定想要孩子啊，你生的是孩子，你又不是生的我，你找谁补偿啊？我又不指望着他给我养老啊，而且现在很多都是养儿啃老，你知道吗？以后真的赚到钱愿意孝顺你，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啊。说要补偿，那我不应该得补偿我妈吗？对吧？这男的啊，真的是太会怼人了，是个能说会道的主，对吧？但是大家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呢？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。这4种工作的女生到底怎么了？最近北京啊，有很多的男生跟我说啊，有这4种职业的女生呢，他们是不太愿意找的。第一就是护士，干的活呢又脏又累啊，上班时间还不固定，忙起来还经常要加班，根本就顾不了家。第二呢就是老师，爱说教，工作中的情绪经常都会带到家里来，工资又不高，还眼光很高，见过熊原的女人是爱不上乌鸦的。第三就是律师，精明的很呐，万一哪天要离婚打官司，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可能会把你算计得一毛不剩。最后一种最严重，金融行业的女生，天天跟有钱人打交道，时间长了就很物质，喜欢钱慕强，没几个银子的男人最好别去招惹他们，人家都不会拿正眼瞧你，根本看不上。嫁给穷小子下辈子都不可能。听完了这些大家作何感想呢？咱们到评论区说道这个事儿。